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更像是一场表演，在发动袭击之前就公布袭击计划、袭击时间，结果就是以色列几乎毫无损失。针对伊朗的袭击，以色列战时内阁决定对伊朗袭击做出回应，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伊朗袭击以色列使用的武器，以及以色列该如何反击。等了14天，伊朗首次从本土发射导弹、无人机对以色列实施报复。只是就火力军来看，这次的袭击事件更像是按照剧本行事。首先呢，就是公布报复计划。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之后，伊朗先是谴责以色列，之后就声称发动报复打击，并拉着自家的导弹在全国范围内到处跑，生怕别人不知道。美国甚至公开报道，伊朗要发射100枚以上的导弹、无人机袭击以色列。伊朗表明报复行动，火力军可以理解，挨打之后总不能捂着脸就跑，最起码要把狠话放出去。不过袭击时间那么晚就有点说不通了，足足等了14天。在此期间，以色列巩固了本土防空系统，美国也加强在中东的部署。4月12日的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就报道，为防备伊朗的袭击，美国在中东重新部署2艘驱逐舰，其中至少1艘配备宙斯盾。最后，伊朗在美国情报侦测的时间范围内才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准备完毕，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331个目标，99%都被拦截，其中185架无人机全部被击落，110枚弹道导弹被击落103枚，36枚巡航导弹全部被击落。在这次袭击中，击落伊朗无人机的除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还有英美法等的军舰与战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卡尼号驱逐舰击落了至少3枚弹道导弹。根据战区的报道，伯克级驱逐舰还可能使用标准3拦截伊朗导弹，这是标准3的首次实战。此外，伊朗无人机与实弹进入叙利亚和约旦领空时，美国空军的 F-15E 攻击鹰也拦截了数十架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英法约旦也出动战机击落伊朗无人机。英国太阳报网站4月14日报道，英国皇家空军战机在4月13日帮助以色列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报道称，至少有4架台风战机从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皇家空军基地起飞，在伊朗无人机到达城镇之前就已经被击落。这是自1982年马岛战争以来，英国参与的最大规模的空战。对于这个结果，火力军并不会感到十分意外。除了伊朗有自愿暴露的目的之外，距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伊朗并未和以色列直接接壤，两国最近的距离将近1000公里，伊朗能直接打击到以色列的导弹并不多。在伊朗发动袭击之前，以色列就表示，在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后，对拉法的哈马斯发动另一场地面进攻。现在他来了。4月14日，以色列军方宣布征召2个预备役旅在加沙前线开展行动。4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南部连续进行4个月的战斗之后，撤出了部分部队，仅留1个旅在加沙。而现在以军征召预备役旅，目的就是进攻拉法，以歼灭当地的哈马斯。英国《太阳报》报道，乌克兰将于7月中旬摧毁克赤大桥，这座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建筑将被风暴阴影、海军无人舰以及 F-16战机的轰炸摧毁。其中，风暴阴影导弹用于攻击桥梁结构，无人艇将在大桥桥基处爆炸。对于乌克兰而言，摧毁克赤大桥将是赢得这场战争的重要一步。此外，4月初的时候，英国《卫报》就爆料，布达诺夫声明今年7月前彻底摧毁。4月7日的时候，伊朗学生通讯社就展示了伊朗能打到以色列的9款导弹，分别为射程2000到2500公里的尼什系列，射程2000公里的克赫巴尔、伊马德、流星3，射程1950公里的卡德尔，射程1650公里的帕维，射程超过1400公里的法塔赫，射程1450公里的哈比尔舍坎，以及射程1400公里的哈吉卡西姆。这9款导弹的速度每小时6125公里到17151公里不等。2022年的时候，伊朗就声称，如果从伊朗塔纳兹市发射尼什导弹，可以在7分钟内进入以色列特拉维夫。此外，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伊朗在袭击中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也就是征服者系列。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4月14日的报道，美国军事专家斯科特里特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
至少有7枚高超音速导弹击中了以色列的内瓦蒂姆空军基地，这也是伊朗最大的战果。不过基地呢只是轻微受损，还可以正常起降 F-35。出于武器成本、突防效果、战力配合等综合考量，伊朗还使用了无人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见证者136，航程在1000公里以上，最大飞行速度大约为每小时185公里。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发射的无人机需要飞9个小时，巡航导弹需2小时，弹道导弹需要7到12分钟才能抵达以色列本土。这个时间等于让对手白白击落。同时，由于导弹与无人机需要在途中经过数个国家，伊朗还需要提前通报邻国。4月14日，路透社就报道，伊朗提前了72个小时向邻国通报了袭击以色列的消息。只能说这个时间太长了，情报泄露的可能性很大。4月13日晚，以色列发布安全警告，要求全国各地的学校在未来48小时停止教学活动，同时禁止举办任何超过1000人的聚集活动。同一日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空军战机和海军舰艇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情报机构警告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迫在眉睫，以色列本土军事设施或成为目标。直到4月13日深夜，伊朗如约而至。总的来说，伊朗提前通知袭击计划、袭击时间，更像是一场长达14天的表演。以色列没有什么损失，而且伊朗的面子也保住了。火力军认为，伊朗的目的就是在不对以色列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展示自身的态度。这是中东的老规矩了，之前伊朗突击美国在伊拉克的空军基地也是预先通告，以避免双方擦枪走火。接下来选择权就来到了以色列的手里，该如何反击伊朗呢？乌克兰想要赢得战争，美国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而自从特朗普同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之后，美国就加快了援乌的步伐。4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表示，两党就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达成共识，所有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帮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现在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在下周完成。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对乌援助法案有可能投票通过，火力军将拭目以待。4月1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BFM TV 上宣布，法国军队利用阵风战机摧毁了飞越约旦和伊朗河领空的伊朗无人机和导弹。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证实，法国军队协助以色列应对伊朗的袭击。自3月初以来，法国第4战斗机联队的4架阵风战机就驻扎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这些战机配备了流星和云母导弹，用于执行空对空任务，完全可以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但法国并没有披露这些阵风战机摧毁的无人机或导弹的确切数量。德新社4月14日报道，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我们就袭击伊朗，这一承诺仍然有效。不过，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劝内塔尼亚胡不要立即回击伊朗。报道称，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战时内阁的多名成员曾赞成回击，但由于伊朗没有对以色列本土造成严重破坏，加上内塔尼亚胡与拜登的谈话，回击被取消。同时，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以色列几乎拦截了所有的来袭目标，属于一次重大胜利，因此可能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不过最终的选择取决于以色列，只是世界各国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升级，导致中东发生更大范围的战争。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不赞成也不参与以色列袭击伊朗，甚至可以说是反对。自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来，美国已经花了超过36个小时试图与地区官员协调外交反应，以防止局势升级。而英法虽然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计划对伊朗实施更多的制裁，但依旧是敦促以色列不要反击伊朗。即使是作为发起方的伊朗，也不希望冲突进一步扩大。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伊朗就通知美国，以色列的打击仅此一次，之后不会再发动袭击。其实这点从伊朗的表演式袭击上也能看出来。的确，伊朗的袭击并没有严重后果，以色列也可以选择息事宁人。但是这次袭击的范围远远超出以一近年来的冲突，而中东的规矩就是看谁好欺负就狠狠地欺负他，所以反击呢是必须的。4月15日，以色列战时内阁经过长时间会议做出最终决定，将对伊朗袭击做出回应，只是没有明说回击时间和规模。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与美国国防防长奥斯汀通话时表示，以色列必须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反应，
不过，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不希望此时局势升级，所以火力军认为此次回击非常有限，会对伊朗造成损失，但避免人员伤亡。所以，以色列的打击目标可能是伊朗的一个军事设施、石油设施等等，也是点到为止，时间可能在1个月内进行。同时，以色列还考虑在外交层面对伊朗实施围堵。所以现在又轮到伊朗做选择了。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之前表示，如果以色列对4月13日发动的袭击做出回应，伊朗将立即加倍发动攻击。只是以色列现在选择的是点到为止，伊朗就要考虑要不要再次回应，又该如何回应。如果双方一直来回拉扯，局势加剧，导致战争是必然的。就战地而言，伊朗有能力发动比此次袭击大几十倍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德国电信在线新闻网站4月14日报道，美国认为伊朗拥有3000枚中程导弹，不过以色列也拥有拦截这些攻击的手段。铁穹、大卫投石索和剑3组成的防空体系，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拦截大部分的威胁。此外，以色列还需要注意资金的问题。为了拦截伊朗的发射导弹与无人机，以色列一夜花了10亿美元。4月14日，以色列新闻网报道，以国防军参谋长前财务顾问雷姆·阿米诺阿奇在接受采访时估算，以色列应对此轮袭击的花费约为10.6亿至13.3亿美元，其中一枚箭式系统的导弹350万美元，一枚大卫投石索系统的导弹100万美元，加上派遣飞机等等的花销，总花费才会突破10亿美元。而以色列2022年的国防开支也就234亿美元。总的来说，以伊之间的冲突具体会走向何方，谁也无法确定。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接下来呢，让我们回到乌俄战场。美国战略之夜网站报道，乌克兰获得新型鱼雷，可对付俄军在黑海地区的潜艇。虽然乌军已经在黑海地区将黑海舰队打成残废，但俄罗斯的潜艇不会被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摧毁，依旧可以执行打击任务。不过乌克兰即将获得一种陆基发射的鱼雷，俄罗斯潜艇下潜也没用。这种新型鱼雷也就是瑞典萨博的 TP-47。TP-47 鱼雷于2022年进入瑞典和芬兰海军服役，可以从舰艇、飞机、直升机上发射。不过其最有效的操作方式还是在近岸潜水区域。按照设计 ，TP-47 属于轻型鱼雷的标准尺寸，长2.85米，口径400毫米，重340公斤，弹头里装了50公斤的炸药，可以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移动，打击20至50公里外的目标。TP-47 鱼雷可以击中深度超过300米的潜艇。乌克兰可以使用位于船坞或者海锚泊平台上的陆基发射架发射 TP-47 鱼雷，也可以使用直升机或大型无人机发射，目的就是击落级潜艇。俄罗斯在黑海有4艘击落级潜艇，可以从克里米亚的基地出发参与行动。这些潜艇在下潜状态时，可以从鱼雷管发射口径导弹，所以俄罗斯在黑海的击落级潜艇一直都是乌克兰的攻击目标。乌俄战争爆发之初，黑海有6艘击落级潜艇，其中2艘在战争的第1年就被导弹或空投炸弹摧毁。可以预见的是 ，TP-47 鱼雷进入乌克兰之后，俄军在黑海部署的潜艇也会遭遇严重，最终可能像黑海舰队那样逃离黑海地区。最近几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发电站和变电站发动了3次大规模空袭。基辅紧急呼吁北约提供高端防空武器。在4月11日的时候，欧洲议会议员、比利时前首相盖伊·维尔霍夫施塔特就呼吁进行投票，拒绝批准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的任何预算，直到欧盟领导人为乌克兰找到7套以上爱国者防空系统。现在爱国者他来了。据路透社4月13日报道，在基辅努力保卫其能源系统免遭俄罗斯轰炸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表示，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防空导弹。舒尔茨也证实了这件事，德国已将全国12套爱国者中的3套移交给乌克兰。除了未能援助金牛座导弹，德国在援乌方面在欧洲国家排名第1。即使如此，乌俄战场的走向依旧不容乐观。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继续，俄罗斯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补充军队。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将军表示，俄军已经恢复到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前的水平。俄军现在的军队规模比入侵乌克兰时要大 15%。过去1年，俄罗斯将前线部队的兵力从36万增加到47万。另一边，美国在乌克兰部署星盾秘密卫星群，测试网络中心战新战法。
之前火力军就说过，乌俄战场已经成为北约新武器试验场。当然，这不是贬义词，而是乌克兰与北约的双赢。乌克兰获得了装备，北约获得了部队指挥经验以及新武器的测试数据。虽然援助的武器大半被摧毁，但是北约依旧不亏，装甲车之类的武器都可以重新建造，而新作战技能是很难获取的。在当前的乌俄战场，美军就在测试网络中心战新战法，并将太空技术用于对战略目标的攻击。美国认识到太空侦察的重要性后，2022年与 SpaceX 签署了星盾计划的秘密合同。星盾计划由美国情报部门开发，用于为美国以及其盟友提供通信服务。SpaceX 参与的国防订单还包括发射秘密卫星和军用卫星。虽然星盾的明确用途依然是保密，但是就乌俄战场的情况来看，星盾可以看作星链的进化版。乌克兰获得星链之后，就借助卫星进行战场交流，并操作无人机实施侦察和炮火校正。星盾则是使用额外的加密手段，以防止秘密数据被破解，可以在卫星间传输数据，从而踪地面目标，并向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传递信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乌军无人机频繁地飞抵俄罗斯腹地，之前无人机只能深入俄境内200至300公里，由美国卫星控制的无人机已能深入俄境内500至700公里。星盾的侦察系统可以为无人机在线绘制数字地图，并引导无人机沿特定航线飞行，从而准确打击敌方目标。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以色列会如何反击伊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